哥们儿可以啊，把准新娘晾在婚车上干等，跑去背初恋出嫁，你这不怕嫂子知道后生气不嫁了？我怕他？你开什么玩笑？他那性子软的，知道了又怎样？我一句话下去，你看他敢吱一声不？婚车刚到楼下，就差背进婚房，谢云突然说有要事要离开，原来是为了背初恋出嫁。还得是我荀哥牛逼，把嫂子玩得团团转，训得跟狗似的听话。能被我玩是他的福气，没能娶到陆雪，娶个苏瑶这种乖的放家里也不错。再说了，她都29的老女人了，没爹没妈没权没势，除了我谁还要她？我本以为我们是真心相爱，原来在他嘴里，我就是个倒贴的便宜货。行了，时间到了，我得去背陆雪了，亲眼看看婆家对她好不好，这辈子就不留遗憾了。太深情了，兄弟，赶紧去！乔乔，你怎么了？5年了，我把命都掏给他，到头来还是比不上他那个初恋。云溪雅苑武庄3单元门口来接亲吧。好，原地等我。谢雪，既然你这么放不下初恋，那这新郎我换人当。哎呦，新郎官来接新娘子了！这绣荷真漂亮，镶的是真钻吧？小两口真般配，祝你们百年好合啊！谢谢您的祝福。姓谢的，你脑子没病吧？接亲当天把未婚妻晾车里，跑去背别的女人，她老公残了还是死了，用得着你管？乔乔，今儿算我不好，可事发突然，小雪未婚夫的婚车半路抛锚，赶不过来，我送她快一些。这车型得提前半年预约，抛锚，拿我当傻瓜。知道了。她不是该又哭又闹吗？怎么会这么平静？对不住啊，乔乔，你好不容易能嫁给阿虚了，还要因为我再等等。你这绣荷不错，就是看着有点旧，也好，正好有空把线头什么的理一理，免得到时候给阿虚丢人。怎么，真生气了？老公保证，送完小雪立马回来跟你拜堂，行不行？你不是说定制那件绣荷早上被保姆泼了豆浆吗？小雪觉得那件更衬她的妆，不就是件衣服吗？穿什么不一样，这点小事你也计较？行，那说大事。谢寻，这儿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接亲当天新郎背新娘进画房，你要让我等多久？一来一回中间不停，大概4个小时。婚礼还剩3小时，拜堂换婚纱走流程，你觉得能赶上哪个？嫂子，荀哥这不也没办法吗？陆雪好歹是他初恋，对面新郎过不来，他总不能不管吧？那也太绝情了。就是，荀哥天天夸你懂事，你可不能让他为难。好事多磨嘛，婚后福气更大。是吗？福气这么大，你们怎么不让陆雪等？我就问一次，非去不可。大不了把拜堂和婚礼推到下午。乔乔，5年你都等了，也不差这4个小时。算了，你去陪陆雪吧。他说的对，我已经等5年了，所以今天我不会再等了。小时候在福利院落下的毛病，一饿就胃疼。昨晚核对宾客座位表到半夜，到现在滴水未进。反正这场婚礼也不会出席了，先去小区外面找个早餐店。不好意思啊，嫂子，我手重了。陆雪那边还有半小时才到出发的点儿，不然不吉利。荀哥怕她饿，去给她拿吃的了，让我看着你，别乱跑。谢雪，还不让他去吃东西，你搞软禁啊！来之前他想吃块面包，是你说已经备好了吃的，死催着他赶紧走，合着就是为了让他在这挨饿，你好来得及背那个女的。乔乔，你别怪阿寻，他也是怕在你身上浪费了力气，回头再摔了我。怕在我身上浪费力气，我在他身上浪费的何止力气？拜堂前新娘不能自己下地，平地等于平地，会破坏家里的财运。你就好好在车上等着，先拿这个泻糖小笼包垫垫肚子。谢寻，咱们在一起5年，你不知道我泻糖过敏。这几天太忙忘了，
那等下看看小雪有没有剩的，我再拿来给你。她婚房离这太远，不能饿着上路。等我回来带你去吃大餐。阿雪，聊完了吗？我肚子好饿。以前我高烧起不来，撒娇想让他喂我，他嫌幼稚。原来他不是不愿意，只是对象不是我。用不了半个小时，这场荒唐就能终结。乔乔，下车。小雪那辆婚车的空调坏了，制不了热，你和她换一下，去那辆车里等。你不是说新娘不能自己下地？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只要你不进婚房就没事儿。你说的是人话，现在是12月，外面零下20几度，又不是我们把那女的车弄坏的，就因为你急着过来，乔乔连羽绒服都没来得及穿，你让她去没空调的车上等4个小时，想冻死她。乔乔，我会给你留一包暖宝宝，别让我拖你下来，彼此脸上都不好看。谢雪，我不会上那辆车，也不会嫁你了。苏乔，别闹了，你一个没工作、没亲人、没背景的大龄剩女，也就只有我不嫌弃你。不嫁我，你觉得谁会要你？当初是他说自己的女人不需要抛头露面赚钱，别人会笑话他无能。不许我工作的是他，现在嫌我没工作的也是他。我没闹。阿雪，乔乔不乐意就算了，我自己下车跑2圈就暖和了。小雪别动，我背你。看来我还是把你娇惯坏了，大喜的日子非要找不痛快。不嫁了是吧？随你的便。这儿离你家10几公里，又不好打车，不怕冻死，那你就在这站着。总之婚车必须换。傻瓜，有我在，还能让你冻着？今天你是新娘子，必须要脚不沾地，寓意婚后不会受委屈，更不用操劳吃苦。同样脚不沾地，在我这儿是怕把不吉利带进婚房，影响她的财运；在陆雪那儿就是满满的廉气。就这，她还觉得是娇惯坏了。哎呀，乔乔，你不愿意换车也不能掐我吧，好痛的。苏乔，你犯什么病？是我要求换车的，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有必要在小雪人生最重要的日子里找事吗？乔乔，你没事吧？谢雪，你疯了吧？这跟前有4、5个摄像头，现在就去物业调监控，看我到底碰没碰。阿雪，大清早的别麻烦物业了，说不定是秀禾上的钻饿到我了。你知道的，我皮肤嫩，没准误会了乔乔。明明是黄道吉日，今天却总出事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什么冲撞了。乔乔，你拉我干嘛？我还没骂够呢。别骂了，没用，陪我去小区门口透口气。乔乔，幸好你没走，现在小雪被你害得头疼的厉害，必须把你身上的煞气破解才能好。你立马跟我回去。我把苏乔带来了，具体要怎么破解？首先要用沾了黑狗血的糯米来砸他，越用力越好，这样才能把他身上的煞气打散，以后也不会再克到小雪。谢雪，你疯了吗？这种鬼话你也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不能拿小雪的健康冒险。况且，你确实是克死了父母的扫把星，不是吗？我爸妈见义勇为死的，别人骂我扫把星。大学的时候是谢巡山的帖子，我以为他跟别人不一样，原来他只是还没往我心口捅刀子。现在时候到了。好啦，现在只要苏乔跪下给小雪磕99个响头，9有永远的意思，代表他这个货源会永远臣服小雪，煞气自然就彻底消失了。99个头也太多了吧？这么冷硬的专递，磕完还不得头破血流？对呀，小姑娘瞧着挺可怜的，差不多就行了，别再闹出人命来，我们还要在这儿住呢。阿雪，我朋友刚告诉我，如果这煞气不彻底解除，我可能会活不过今晚。你难道希望我的婚礼变忌日吗？我死没关系，可那样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不许胡说！乔乔，乖，只要你把这99个头磕完，我就让你上楼进婚房，你也不用受冻了。等我回来，咱们继续举行婚礼，好吗？谢云，别做梦了，我跪天跪地跪父母，就是不跪弄虚作假的贱人。苏乔，这是你逼我的，时间有限，既然你不愿意，我只能让人帮你一把了。对不起，乔乔，路上有点堵，我来晚了。你能来就不晚。
乔乔，上来，我背你回咱们自己的家。好。苏乔，今天是咱们结婚的日子，你怎么能让别的男人背你？我不管他是谁，你立马给我下来，听见没有？乔乔不会嫁你了，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马上就是我的妻子。你再敢碰她一下，哪只手碰的我断你哪只，不信就试试。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没看见阿勋都挨打了吗？还不帮忙？苏乔，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要跟这个来路不明的人走？不跟他走，难道在冷冰冰的车里等你4个小时，吃你初恋的剩饭？我想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还不懂，那我就说得再直白点。谢勋，我正式通知你，咱们分手。各位今天对我未婚妻做的事，顾某记住，来日必当好好奉还。苏乔，你别后悔！苏乔行啊，这么快就不知道从哪雇了个男的和保安陪他演戏，挺会欲擒故纵的啊！亏我以前还觉得他单纯。演戏？对啊，勋哥，你没看那辆车是限量款吗？有头有脸的人家会愿意娶苏乔这种没背景的女人吗？谁家还不讲究个门当户对？也就你心地善良不嫌弃。没错，肯定是他刚才离开那会儿，趁机雇了个演员，还有几个保安来陪他晚戏，就为了欲逐故纵，好不让你送陆雪出嫁。可是别可是了，勋哥，你就放心吧，苏乔肯定不敢真跟你分手，回自己家赌气去了。回头你一哄，他保准又屁颠颠的回来。这5年他不都是这样的吗？就是，除了你，他上哪儿再找这么优秀的结婚对象去？阿寻，不能再耽搁了，错过及时出发不吉利的。行了，乔乔，看在你是太在乎我才找人演戏的份上，我可以不跟你计较，我只给你1个小时生气的时间，等时间到了你就来找我，把头磕完，咱们也好安心结婚，不然别怪我真的不娶你。小雪，你婆家人呢？新郎呢？小雪，谢寻都跟你来了，你还不赶紧求婚？阿寻，我当年虽然赌气跟你分手出国留学，但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嫁给别人。在我心里，爱的始终都是你。可等我回来，你已经要娶苏乔了，我真的好难过，好不甘心。还好，你终究是选择了我。阿寻，我们结婚吧，好吗？所以，你是假结婚？我想给你一个惊喜，也想帮你认清自己真正的心意。惊喜？这算哪门子惊喜？好冷啊！哎呀，开了空调还那么冷。乔乔连羽绒服都没穿，饭也没吃，就因为我急着送她出嫁。这件绣荷乔乔盼了1年，穿上它背进婚房拜堂，她说了那么多遍，结果她穿着那件抽了丝的旧款坐在车里，连车都没能下，就因为她假结婚。陆雪，你太过分了。或许我确实有遗憾，可那是因为当年没能力陪你出国。我对你好，是念在彼此曾相恋过的情分，但我从没想过抛弃乔乔娶你。既然你的结婚是假的，麻烦你现在就把它脱下来还我，我还要去娶乔乔。我操！刚刚那小白脸不是，是顾氏新上任的总裁顾怀川，这上面写着他今天结婚，妻子名叫苏乔。不是姐们儿，你也没跟我说你还有这好菜呢！我要早知道，指定不让你跟姓谢的耗5年。他除了装，心里揣着别的女人，还会什么？你什么时候准备的？从第一次跟你表白那年就在准备了。如果你今天嫁给了别人，我就办场1个人的婚礼，那样也好像娶了你。小哥哥，我抢回来啦！
你吃吧，饿肚子很难受的。不许欺负他！给你擦，别哭了。你疼不疼？不疼，以后谁欺负你，我还来。后来他被接走了，我们写了10几年的信。他表白，我不敢答应，怕配不上他。没想到他一直等。乔乔，谢谢你小时候保护了怀川，他能赢过一帮表兄弟，当上这个总裁，也是想给你更好的生活。你是怀川的福星，是我们顾家的恩人，以后我会待你像亲女儿。谢谢爸妈，我也会好好陪在怀川身边，孝顺你们。乔乔，我会好好爱你，我的一切都属于你。顾总，外面有位姓谢的先生吵着要见夫人，需不需要让保安把他赶走？那好，把他拦在外面，别影响我太太的心情。有些话我得当面跟他彻底说清楚。好，我陪你。乔乔，你出来，你跟我回家，婚礼还来得及。我把陆雪那边都处理好了，那件绣荷我要回来了，我不敢给他。谢寻，我们已经结束了。5年，乔乔，我们在一起5年，你说过会等我的。那是在你把我冻在零下20度的车里，放任别人用狗血米砸我，甚至当众骂我是扫把星之前。啊，我是被陆雪骗了，我不知道她是假结婚。你宁可信一个算命伴娘的鬼话，也不肯信跟你在一起5年的我。我太太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再不走，我报警。你闭嘴！这个人你认识才多久？他图你什么？那种豪门你嫁进去只会被瞧不起。顾怀川恩称我认识了20多年，他是我在福利院时候的小哥哥。他准备了10几套婚纱，从第一次跟我表白那年就开始了。而你让我等了5年，最后在婚礼当天，为了被另一个女人分嫁，让我继续等。你要怎样才能原谅我？不用了，我们之间不需要原谅，只需要结束。乔乔，你知不知？我知道你爸妈当年救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我知道。你早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从不告诉我？你知道我找恩人找了多久吗？因为救你的第2天，人贩子同伙就找上门报复。我爸妈为了保护你家的线索，至死都没松口。他们走的时候，我才4岁。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在大学遇见你时，我以为这是缘分。我想看看我爸妈用命换回来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5年，你对我……我曾经以为你值得。这5年里，你忘了所有纪念日，你的朋友对我冷嘲热讽，我都忍了，就因为你是他们用命换来的人。可你今天让我看清了，我爸妈是英雄，但你根本不配。乔乔，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把婚纱、戒指，所有的东西全都还给你。那件绣荷是我亲手一针一线画图设计的，你把它送给陆雪的那一刻，我的心就彻底死了。今天我穿上了顾怀春为我准备的嫁衣，戴上了婆婆给我的玉镯。他们告诉我，我是福星，不是扫把星。谢寻，那些廉价的过去，我统统不要了。任何人再敢来骚扰夫人，直接报警。是。乔乔，以后不用一个人硬扛了，你爸妈是你的英雄，而从今天开始，我来做你一辈子的后盾。喂，乔乔，出大
谢寻动手了？可不是嘛！陆雪在医院跟他妈哭诉，说谢寻昨晚冲过去跟他大吵，动手把他推倒，撞在茶几脚上就摔门走了。陆雪越想越气，直接割了腕。现在陆家不仅报了警，还把记者都找来了。媒体那边怎么说？自己看热搜吧，评论区都吵翻天了。别看了，今天你哪里也别去，这些事我来处理。你昨天刚经历了那些，身体和精神都需要休息。妈，我知道，不是他的问题，您放心，我会处理好的。婆婆说什么了？没什么，就是问问情况，别胡思乱想。夫人，外面来了一位女士，说是谢寻的母亲。她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当面跟你说。苏小姐，我知道我没脸来求你，可谢寻他爸走得早，我就这一个儿子，他现在还在拘留所里，陆家那边咬死了要告他故意伤害，我实在没办法了。这是我们家在老城区最后一套房子，市值200多万，我过户给你，算我们谢家给你这5年的补偿。谢太太，拿回去吧，我不要。那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说，只要我能办到。我什么都不要，我和谢勋早就两清了。那你帮帮他，你去跟警察和媒体解释，就说你们是和平分手，婚礼那天发生冲突你也有责任，好不好？如果谢涵真的打了人，他就该受法律的审判。如果是陆雪诬陷，法律也会还他清白。你让我去帮他圆谎，我做不到。可他都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不是因为我，无论是他选择背陆雪出嫁，让朋友砸我狗血米，还是当众骂我扫把星，都是他自己的决定。谢太太，你儿子是成年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求求你！别跪！他欠我的，我不想追究了，但他欠陆雪的，欠法律的，与我无关。管家，送客。苏小姐，你心真狠。只提过一次的过敏，他一直记得。管家说你下午见客人了。谢寻的妈妈。她来干什么？来求我帮忙替谢寻作证，我没答应。以后这种人让他们先经过我，你不用一个人应付。我能应付。你今天去公司是不是因为热搜的事儿？董事会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说新婚第一天的负面舆论影响了股价。严重吗？我能处理。不过过几天公司有个慈善晚宴，很多董事和合作伙伴都会去，他们可能会借这个机会发难。需要我怎么做？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站在我身边，其他的全部交给我。顾总、顾太太，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二位。那天的事实在是对不住，我也是被陆雪那个绿茶给骗了，才做出那种糊涂事儿。顾太太大人有大量，肯定不会跟我这种小人物计较吧？张先生，那天你推我那一下，我额头肿了整整3天。你说我该不该计较？顾太太，您真会说笑。我不会报复你。你家建材公司最近丢的那3个大客户，只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跟顾氏没关系。你怎么知道我家公司？因为那3个客户的采购合同，现在都在顾氏子公司手里。不过张先生不用担心，我太太说了，正常的商业竞争不存在报复。顾总，我失陪，
你怎么知道他家公司出问题了？因为那3个客户是我亲自让人去谈的，合法的商业竞争，没人能挑出毛病。二叔公，顾家的长辈也是董事会里最难缠的人，他一直强烈反对我娶你。怀川，这就是你娶的那个女人？二叔公，这是我妻子苏乔。乔乔，这位是二叔公。二叔公好。听说你是福利院长大的，父母都不在了。是的，我父母在我4岁那年，因为见义勇为去世了。见义勇为？我怎么听说你父母是被人贩子同伙报复害死的？二叔公，今天这样的场合，您说这些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顾家的少奶奶身世必须清白。你父母虽然死得早，若是英雄也算光彩。可我听人说，你被骂了20多年的扫把星克死了爹妈，还连累身边人。你说，这种满身霉运的名声，怎么当顾家的少奶奶？二叔公，您说的对，我确实被骂了20几年的扫把星。可我父母当年是为了从人贩子手里救下别人的孩子，才被报复杀害的。他们走的时候，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但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做他们的女儿。至于扫把星，那是别人对我父母最大的污蔑，不是我的名字。哼，倒是伶牙俐齿，可你说的这些，谁能证明？我能证明。这是市局的陈副局长，我托他查了你父母当年案子的所有底档。顾老先生，这是20多年前那起案件的卷宗。苏乔的父母苏建国、李秀玲当年是由市局联合认定的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因为年代久远，很多资料没能录入电子系统，但我可以补充一点：当年那个被救出的被拐儿童，正是昨天因涉嫌家暴、故意伤害被警方拘留的谢寻。所以，关于顾太太的所有负面谣言，源头全在谢寻本人。我们市局已经对网络上的造谣账号进行了溯源调查，很快就会向全市会公布结果。既然是英雄的女儿，那自然另当别论。以后在顾家，谁要是再敢嚼舌根，让他直接来找我。你什么时候联系的陈副局长？昨天，我知道二叔公会在今天发难，所以提前做了准备，不告诉你是怕你跟着一块紧张。谢谢你。傻瓜，谢什么？我只是把本来就属于你的清白和荣誉还给了你。谢寻迟来的深情和忏悔已经太晚了。谢寻被放出来了，陆雪竟然愿意撤诉。不是撤诉，是改了口供。谢母去陆家跪了1天1夜，加上谢寻承诺承担所有医疗费并赔偿了一大笔钱，陆雪便改口说自己也动了手，检察院最终没批捕。陆雪这么容易就放手了，不像她的作风。她不是放手，是留了后手。这个女人没那么简单。夫人，有您的信，刚有人直接塞进信箱的。乔乔，这些天在拘留所里，我想了很久。我总是想起我们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看电影，还有你手忙脚乱给我过生日的样子。我想的最多的是你陪了我5年，却从来没用救命之恩绑架过我。你给的是真感情，而我却从未给过你同等的东西。我不敢求你原谅，但我想告诉你，你欠你的我会还。
写了什么？他说他欠我的，会还。你想原谅他吗？不想，至少现在不想。但我也不想恨他了。为什么？恨一个人太累了。过去5年我已经受够了。好不容易遇到你，我想把力气都留着，好好跟你过日子。所以，我现在最想学的是怎么做一个合格的顾太太。在我心里，你已经很合格了。还不够。二叔公只是被那份报纸暂时堵住了嘴。顾氏董事会里，多的是觉得我配不上你的人。怀川，我想进顾氏工作，从基层做起。乔乔，你不需要。我知道你不需要我多能干，但我不想只做你的软肋，我想做你的铠甲。你为了我准备了10几年，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好，你想做什么？慈善基金会。我跟福利院打了20年交道，没人比我更清楚那些孩子需要什么。顾氏的基金会一直只挂个名头，我想把它做实，但我不想空降。你让我从最基层的项目专员做起。好，听你的。陆雪，她怎么会在这里？苏乔，这就是你的工位。咱们基金会目前加上你一共4个人，周姐是负责人，小林负责行政，还有一个项目助理今天请假。哦，他来了。苏乔姐，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做项目助理呀，上周刚入职的，你不知道吗？我之前在国外的公益组织做了3年，简历递过来，面试1次就过了。苏乔姐，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请多指教。你放心，我真不是冲你来的，我只是需要一份工作。上次割腕的事，是我太冲动了。苏乔姐，对不起。在假婚房跟谢寻闹到割腕自杀，一转脸就能进顾氏做慈善。陆雪，你到底想玩什么把戏？陆雪在基金会做项目助理，你知道吗？顾总好。乔乔，我不知道他入职的事。我知道你不知道，但你现在这么急着跑下来，全公司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还怎么安心工作？我一时急昏了头，没想那么多。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你先回办公室吧，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好。他的入职手续是谁批的？应该是基金会负责人周姐，这边招聘不需要过总部审批。好，下班我来接你。你老公对你可真好啊。苏乔姐，你觉得他能对你好多久？陆雪在假婚房割腕，好不容易才脱身，现在又不惜自降身份来顾氏做最底层的助理。他根本不缺钱，来这里一定有更可怕的目的。小陆真的挺不错，能力强，态度又好。前天为了赶山区助学的方案，加班到凌晨1点，第2天照常准点打卡，跟外面传的那些风言风语，真是一点都不一样。要去医院复查。
谢夫人，谢寻的妈妈，陆雪不是刚跟谢家闹得要告上法庭吗？怎么会跟谢母联手？那份名单又是什么？陆雪在基金会帮谢寻的妈妈偷拿故事的内部资料，我今天看到谢母给她发消息，让她在下周2的会议上拍下那份名单。我知道了，查一下陆雪最近跟谢母的往来记录，还有下周2内部会议的全部资料和出席名单，做一份假的。乔乔，下周2的会议你不要去。为什么不让我去？不安全。他只是拍张名单，又不是要下毒。而且如果我不去，他就会知道我发现了他。那张名单上到底有什么秘密？是基金会的受有者名单，里面有些敏感项目，比如资助服刑人员子女的项目。如果被谢家拿到，能借此编出很多攻击顾氏基金会、包庇罪犯的负面新闻。所以他是想帮谢家来对付你？不，是对付你。你是基金会的人，一旦名单泄露，第一个要被追责的就是你。他们想让你在顾氏、在顾家彻底待不下去。苏乔，这件事不简单，你没必要趟这趟浑水。既然是冲我来的，那我更要去。下面进行第3项议程，这是我们今年拟定的贫困和敏感家庭资助名单。周姐，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在讨论这份名单之前，我有件事儿想先跟大家说。什么事？上周末，我们基金会的服务器检测到了3次非授权访问尝试，技术部追踪了 IP 地址，发现来自外部设备。有数据丢失吗？没有，因为我们基金会的核心数据，包括资助名单和财务明细，全部存在独立服务器上，跟公司主网物理隔离。另外，我整理了一份关于帮扶福利院离院青少年的新项目提案，您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切入点非常好。以前我们只关注福利院里的孩子，却忽略了那些成人后被强制离院、没有社会支持的年轻人。苏乔，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空白点的？因为我就是从福利院出来的。张总，在你不？睡满听点声。苏乔姐，你以为这次你赢了吗？偷拍的事我这次只当没看见，但如果有下一次，就不是在开会上打断你这么简单了。喂，哪位？乔乔，是我。别挂，我妈在做什么？我之前完全不知情。陆雪进顾氏的事，是我妈找关系帮她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她一直在偷偷帮陆雪搜集你们基金会的资料，就是想在网上搞臭你在顾家的名声。我知道。你知道？陆雪的技术太拙劣了，在会议上偷拍时，她甚至连手机静音时的闪光灯都忘了关。苏乔，我会帮你解决的。你？对，我来解决。他和你们顾氏的事，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是我欠你的。小陆，你这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辞职？
家里突然有些急事要处理，这阵子谢谢周姐关照了。解决了，剩下的我妈那边我也会处理好。乔乔，我不求别的，只求你不要恨我太久。谢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不恨你，但也永远不会回头。你这1个多月跑了10几家福利院，这份调查报告把离院青年的就业、网贷和生存困境全写透了。那财务部那边怎么说？财务部核算过了，要覆盖全市离院青年的技能培训和过渡安置，每年大概需要2000万，数额很大，但我已经批了。这么快就批了？数据扎实，方案可行，没有理由不批。不过抛开总裁身份，作为你老公，我想说，这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提案。那我这算是过关了吗，顾总？过关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下周的集团董事会，你亲自上去给所有董事和二叔公讲。我亲自去？这不是对你的考验，是给他们的回应。我要让他们所有人亲眼看到，顾家的少奶奶是凭真本事站在这里。各位董事，我今天汇报的项目是离院青年支持计划。在开始之前，请大家先看一组数据。本市每年约有320名福利院青年成年离院，能自主就业的不足15%，而在剩下的人里，超过1/3会在半年内陷入经济困境，12%遭遇过诈骗或非法传销，还有7%因为无处可去，重新流落街头。为此，顾氏慈善基金会提出建立过渡安置、技能培训、就业对接的3级支持体系。第1年预算为1900万。苏专员，1900万不是小数目，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怎么算？它无法带来直接的财务回报，但如果算长远的品牌价值与政策响应，该项目一旦落地，将是全省首个由企业主导的离院青年系统化帮扶项目，能直接冲刺明年的 CSR 百强案例。而且，民政局已经表达了合作意向。你有把握能做起来？二叔公，我就是从这个系统里走出来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件事该怎么做。那就做。不过，季度报告我要亲自看。你刚才怼财务总监的时候，二叔公在下面偷偷笑了。真的假的？这周末我带你去祭拜爸妈吧，把这些好消息亲口告诉他们。他能来，至少说明他还记得，这就够了。不生气，不气了。爸妈，我带怀川来看你们了。以前我总是自己一个人偷偷来，不敢跟别人说，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们的女儿嫁人了，我嫁给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人，你们可以放心了。爸妈，我是顾怀川，你们可能不认识我，但我在福利院的时候就认识乔乔了。那时候她为了帮我抢回馒头，把别人脸都挠花了。那时候我就想，等这个女孩子长大了，我一定要娶她。我等了她很多年，终于等到了。谢谢爸妈，把这么好的女儿留在这个世界上。怀川，我想认领一个福利院的孩子，不是收养，就是长期资助，陪他长大的那种。男孩还是女孩？女孩。我想让她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扫把星也可以成为另一个女孩子的福星。好，我们一起做她的福星。大家好，我是苏乔，顾氏慈善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
也是今天第一位分享嘉宾。我跟你们一样，是从福利院出来的。我4岁进福利院，19岁考上大学才搬出去。在那15年里，我听人叫过我扫把星，说我克父克母克身边所有人。后来有人告诉我，那都是屁话。今天我不是来灌鸡汤的，鸡汤没用，到了社会上，房租不会因为你喝过鸡汤就免1个月。故事给你们准备了3样硬通货：免费过渡公寓、免费技能课，以及直接对位的就业渠道。姐姐，我们可以报名吗？当然可以。姐姐，我叫小雨，今年17，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当年被叫扫把星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我能撑过来，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别人骂我，是别人嘴碎，不是我在活。我活成什么样，他们说了不算。小雨，现在你觉得他们说的还算吗？小雨是我第一个重点帮扶的孩子，他比我当年还要难。妈妈走得早，爸爸在坐牢，亲戚没一个愿意要他，在福利院待了6年，性格越来越孤僻。这些都是他画的。他唯一愿意聊的话题就是画画，但你看到他的线条和人物眼睛，藏了太多不爱说的心事。这盏灯他想在哪里买？买不到，没有这盏灯。他画的是他从小到大最渴望却从来没得到过的光。我认识一个出版社的主编，下周末市里有一场青年插画展，你带他去。我已经跟他提过了，他不敢去，觉得自己没上过正规培训班，画不附上展。乔乔，你以前是不是也对自己说过一样的话？所以你比任何人都清楚该怎么跟他聊。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同情和安慰，而是有人明明白白地告诉他，那些自我怀疑的话全是假的。姐姐，我们回去吧，求你了。这里面展出的人都是美院毕业的，我连1天专业课都没上过，我真的不配。小雨，你听好了，今天我带你来，不是为了让你去跟那些美院的人去比，我是为了让你亲眼看见，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靠画画活下去，而你的画不比他们任何人差。姐，编辑部给我寄心理读本的样稿了，他们还说如果试画通过会给我结稿费，我第一次靠画画赚到钱了。你猜他现在在干什么？在拼命画画，在给福利院的另外几个孩子画头像，每个人喜欢什么颜色他就画什么颜色。昨晚画到11点半，宿管老师去催了3次才肯睡。你当年也是这样的。天哪，你居然还留着这个？当然要留着，等以后我们的女儿长大了，我要告诉她，妈妈画的第一幅画是送给爸爸的。那些曾经空落落，以为这辈子都填不满的遗憾，好像都被他一点一点用爱补齐了。怎么了？有心事？有事跟你说，我想要个孩子。你说什么？我说我想要。乔乔，你再说一遍。顾先生，我说我想要个宝宝，你愿意跟我一起养大他吗？从
我第一次跟你告白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这一天了。乔乔，怎么样？周姐，那个项目的数据……行了行了，你闭嘴吧！听你说话我都替你累。好好躺着，项目由我顶着。你这状态来上班就是给我添乱。挂了。你回公司吧，在家里看着我吐，你也帮不上忙。我知道我帮不上，但坐在这里，我至少能第一时间知道你高不高兴，好不好？乔乔，今天感觉怎么样？妈给你炖了山药排骨汤，多少喝2口。你们这2个孩子，一个吐成这样还跟我说没事，一个放着公司成堆的会不管，天天守在家里。我这当妈的真不知道该高兴还该心疼。您只管高兴，心疼他的事儿有我一个人就够了。发育得很好，一切正常，放心吧。怀川，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等一下，我腿有点软。乔乔，刚才屏幕上那个小点是我们的孩子，他真的在里面。知道了，傻爸爸，走吧，我们回家。对，我们离院计划能有今天，全是小苏挺着大肚子跑出来的。发通稿的时候，功劳全记他头上，可别提我啊！一定一定。周姐，你把我架得那么高干什么？万一摔下来，疼的可是我。架得高，才没人敢拉你下来。现在你项目成绩也有了，团队也有了，董事会那帮老家伙也无话可说。等你休完产假回来，这位置谁也动不了。苏乔，我以前以为你只是个嫁进豪门的花瓶。这半年合作下来，我才知道我错了。你是那种摔倒了能爬起来，还要回头拉别人一把的人。这样的女人，我服。苏乔姐，我的画稿全部通过了，书已经印出来了，这是编辑寄给我的样书。编辑说首印2万册，还会给我分期结版税。我第一次靠自己的画挣到钱了。福利院的宿管老师自己买了100本，说要发给每个宿舍的孩子。以前总在学校欺负我的那个男生，今天也转发了我的链接。苏乔姐，我终于觉得自己不是个废物动了。宝宝，你也在替小雨姐姐高兴，对吗？你在干什么？没什么，看点资料。你多久没好好睡觉了？1个月。就因为准备这些？也不全是。乔乔，我最近老做一个梦，梦见你生孩子的时候我不在，就像那天婚礼一样，我怎么跑也跑不到你身边，只能听到你在产房里一直叫我的名字。那天你没有来晚，你到的时候刚好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这一次也一样。你看，从电梯出来到产房一共只有40步，到时候你就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签字。护士站就在正对面，热水间在左边，我跑不丢的。放心吧，顾总，有我这个干妈看着呢，丢不了。
傻瓜，这一次我们谁都不会吃。你一直醒着，没睡。不急，我们慢慢来。阵痛间隔多久一次？大概7、8分钟。还早，我扶你下楼，先去车上。路上如果频繁了，随时告诉我。还没开拳，进去待产室观察吧，家属在外面等。别害怕，我知道，我不会害怕的。恭喜，是个男孩，3200克，健康的很。他怎么样？母子平安，你可以进来了。你生孩子怎么不等我？你不是说下周3才到吗？谁知道这小家伙提前5天就发动了。都怪顾总，把乔乔照顾得太好了，宝宝着急出来。苏小姐，这幅画送给你，我想用它证明扫把星是假的，福星才是真的。你就是我们的福星。在想什么呢？好像在想小雨画的那棵树，跟我小时候在福利院窗外看到的那棵好像。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对着它许愿，希望有人来带我走。那你的愿望最后实现了吗？实现了，虽然那个人比我想象中来的要晚一点，但他比我想象的要好上10000倍。你是当年那个3号床的小姑娘吧？韩院长，您认识我？老院长退休前给我看过你的照片，他说我们院里有孩子自暴自弃、放说丧气话，就把你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这些年不少企业来捐过款，但真正能做长期落到实处扶持的，你们顾氏是第一个。我听周姐说了，这项目是你一手牵头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老院长说的对，真正做了实事的人最不爱揽功。对了，你们那个艺术扶持之基金什么时候开放申请？我们院有个叫小雨的孩子出了书，给其他弟弟妹妹带了个好头，你应该认识吧？我认识，这幅画就是他送给我儿子的满月礼物。苏乔，你当年在这里的时候，有人这样帮过你吗？有啊，有一个小男孩，小时候总被人抢走馒头，我就帮他抢回来。后来他长大了，回来娶了我。好故事，这个故事太好了，我一定要写进院史里。喂，怀川，在哪儿呢？在福利院，刚跟韩院长聊完，正准备往回走。
那你可得抓紧了。某人刚刚睡醒了，正扯着嗓子到处找妈妈呢。宝宝听见了吗？妈妈马上就回来了。来，跟爸爸一起等妈妈回家。爸爸妈妈，你们看到了吗？你们当年拼命保护的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好。在这里，我最想感谢的人是苏乔姐，她是我生命里的第一盏灯，照亮了我曾经黑暗的世界。这里很安静，我读了很多书，以前不懂的事，慢慢懂了。念念，妈妈把这些留着，不是因为念念不忘，只是想等你长大后告诉你，妈妈年轻时也伤过心，但后来遇到了爸爸。人生就是这样，没人能逃得过痛苦，但也没人注定永远不幸。哇，念念这个颜色混得真好看，你真棒。乔乔，你还记得当年你跟我说你想看看自己爸妈用命保护过的人是什么样子吗？记得。现在你看到了吗？我看到了。那个吻很轻很轻，但我听懂了他在对我说：“乔乔，你看，这一切都是你值得的。”他又来过了。出狱后，他开了一家小书店，只卖他读过的好书。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提前过来，但从不与我们碰面。谢寻，希望我们余生都各自安好。妈妈，外公外婆现在能看到我们吗？能，他们一直在看着你呢。那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吗？当然知道。你出生的那天晚上，妈妈梦见外婆了。外婆说念念这个名字真好听，还说你以后一定会是个最勇敢的孩子。那我要变得更勇敢一点，这样外公外婆在天上就不用为我担心了。念念现在就已经很勇敢了，妈妈每天都为你骄傲。还不够，爸爸说了，我是小男子汉，以后要跟爸爸一起保护妈妈。爸爸说妈妈以前没有爸爸保护的时候受过很多很多委屈，现在念念长大了，念念和爸爸一起保护你。爸妈，你们听到了吗？你们的外孙说以后要换他来保护我了。念念，用手摸摸这上面的字，你要记住，这里面住着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伟大的两个人。送给念念，愿你永远不被大人的世界伤害。谢寻，有些事等念念长大了自然会懂，有些债也不急于这一代去偿白了。小王子今天又说什么了？他说本质的东西用肉眼是看不见的。那我的顾太太现在又在想什么本质的问题？我在想，如果婚礼那天你没有赶来接我，我现在会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这么自信，
这不是自信，是打小就养成的习惯。爸爸，你又偷偷抱妈妈，我也要抱。嘿，好，一起抱。好多年前，我对着福利院窗外的大树许愿，希望有人能带我走。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上10000倍。因为来的人不仅带走了我，还给了我一个家。这本书送给我生命里的那颗大星星苏乔姐，也送给每一个曾经被叫做扫把星的你。你不是不吉利，你只是还没有等到愿意为你点亮火种的人。就算暂时等不到，你也可以自己点亮自己。那是我妈妈，大猩猩是我妈妈。妈妈，念念，小声一点。念念说的对，你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星星。苏乔姐、怀川哥，还有念念，这是给你们的。念念，姐姐在你的那一本里特别给你画了独一无二的签名哦。哇，是小狗，谢谢小雨姐姐。妈妈，小雨姐姐是不是特别厉害啊？是的，小雨姐姐非常棒。那跟妈妈比呢？谁更厉害？小雨姐姐现在比妈妈厉害多了呀。我不信，爸爸说了，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就是妈妈。傻孩子，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从来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哪怕身处黑暗，也一直被人相信着、爱着、守候着的那份心意。而你爸爸，恰好是这个世界上最擅长这件事的人。在报告结束前，我想分享一段我的私人经历。几年前，我穿着劣质的袖盒，在零下20度的车里被当成不吉利的扫把星。当时，连我自己都快信了。直到有人拨开人群走向我，把所有的偏爱和尊严塞进我手里。他告诉我，你是我的福星，我的一切都属于你。所以，这个基金会要做的，就是把当年他对我说过的话，告诉每一个无助的孩子，你不是扫把星，你只是还没等到愿意为你点亮火种的人。小苏，你父母的事儿，我后来托人去查了全档。当年不光救了谢寻，在那之前，他们还报过2次警，配合警方端掉了一个跨省拐卖大窝点。他们不是普通的热心肠，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可惜材料被封存太久，大家都不知道。我让人整理了一份，回头送给你。二叔公，谢谢你。不用谢，你父母没白养你这个女儿，你也没白进我顾家的门，好好干。爸妈在天之灵看到你今天这样，一定很欣慰。妈，我做到了。妈，我这个头在班里排前3。行了，知道你长高了，去把书包收拾好。
截至目前，阳光小屋项目累计服务超6000个家庭。苏乔姐，我结婚啦！苏乔，我当校长了，只有不到100个学生，但很踏实。念念，把耳机摘了。你知道这棵树跟你妈的关系吗？一棵树能有什么关系？这棵树是你妈出生那天你外公亲手种下的。你妈小时候住的福利院，院子里也有一棵这样的银杏，她每天都对着它许愿。妈，你许了什么愿？希望有人来带我走。后来那个人来了，就是你爸。爸，谢谢你，要不是你，就没我了。哼，臭小子，来找人帮我们拍张照。3、2、1，笑一个。我去那边买冰淇淋，你们别乱跑啊！乔乔，我在想，如果你爸妈没救我，或者结婚那天你没给我发短信，只要错了一步，我们都不会站在这里。乔乔，谢谢你，每一步都选了走向我。顾怀川，你说漏了一件事。什么？等了一整个童年，等到我穿着别人不要的秀禾，你一直在等。等到了，这辈子。你们又爆，每次拍照都得爆，冰淇淋要化了。妈，我下周月考要是进了前10，暑假能不能多打一个里皮游戏？那得看你妈的意思。少拿你爸当挡箭牌。爸爸妈妈，我的愿望实现了。他不仅带我走了，还给了我一个家，一个永远在阳光里枝繁叶茂的家。